賴清德腦袋瓜裡面沒有裝任何一點點民主分立原則。什麼叫做民選的民意代表？議長只是擔任議會代表人的職責，但是議會的所有決策都必須通過議員在議會裡面做出集體決策。賴清德當初違反憲政體制，侵害憲政體制，不去備詢，叫卓榮泰不要附屬，是不是也一樣在破壞憲政體制？民進黨到底是什麼東西呀？你內心還有你當初的理想嗎？賴清德是假面超額，當代政治就是從集權往分權去走。中國大陸叫民主集中制，人家在推行地方自治；台灣叫做西式民主，結果賴清德在力行中央集權，而且這個集不只是集中的集，還是極致的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到底賴上 What do you want？ 它兩邊還不平衡啊！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的審議進度，以及財政收支劃分法和反年金改革的修訂。因此，今天上午我特別邀請行政、立法、考試3院院長來總統府查敘。我深切期盼能夠透過會面交流，各院共同找出一個符合憲法權力分立。為什麼萊爾叫萊爾？萊爾還用多基耶？而且我有個疑問是：既然叫權力分立的話，你就不該找立法院長來啊？你找立法院長來就是要破壞權力分立，不是嗎？這答案就這麼簡單嘛？合乎財政紀律，維護世代正義，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的最合乎財政紀律，維護各院大家。這個剪輯超怪的，這個剪輯超怪。來，大家看清楚啊！美顏就算了哦，這個剪輯超怪。各位國人同胞，大家好。這段時間以來，大家都很關注。這也是順哦，這是順稿哦。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的審議進度，以及這裡一個卡。為什麼這裡要一個卡呢？不懂啊！時間以來，大家都很關注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的審議進度，以及這裡一個卡，以及財政收支劃分，為什麼要一個卡？他為什麼要卡來卡去？要擺那個中華民國國旗啊？就他媽噁心！真的噁心！他媽給噁心開門啊！噁心到家了！中華民國憲法或中華民國是災難，現在是災難，你擺什麼中華民國國旗呢？你是台灣國總統，你擺什麼這個中華民國國旗呢？超級惡！現在就在強姦憲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和反年金改革的修訂。因此，今天上午我特別邀請行政、立法、考試3院院長來總統府查敘。我深切期盼能夠透過會面交流，各院這裡為什麼要一個卡？院長來總統府查敘。我深切期盼，那我都卡幹嘛？共同找出一個符合憲法權力分立，因为一直在說財政紀律，維護世代正義，並又一個卡，他是 YouTuber 是不是？卡個不停，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的最佳方案。為什麼一個總統需要講一段話需要這麼多卡？超詭異，超級詭異。永續發展，如果你要永續發展，你就不該讓卓榮泰去搞附屬啦。比較可惜的是，立法院韓國瑜院長今天並未出席。點名韓國瑜哦，擺明要修理韓國瑜哦。你知道他們最近是非常針對韓國瑜的哦。身為總統，我的職責不僅是推動國政，更是依據憲法守護這個國家的民主體制。守護哪個國家？守護哪個國家？守護我們國家？守護這個國家？哪個國家？哪個總統會用客體來形容自己的國家呢？你自己去看川普，川普會說 that country。This country， 他會怎麼講？他會講 our country， 保護每一位國民現在與未來的生存發展。面對又卡，到底有多不順？到底今天到底發生什麼事了？當前的憲政情勢，我必須清楚地向國人說明。我們又一個卡，整部片媽卡個沒完，超煩的，看了超煩躁的。正面臨什麼樣的風險，以及我將如何帶領政府守護民主？帶領政府也要卡，守護全體守護國人利益也要權卡，到底要卡幾卡？不受傷。又卡。第一，財政失衡，重大國政停擺的危機。他每一段都卡真的，萊爾不會就是從頭卡到尾，不知道卡什麼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就是把中央的財權縮小一點，把地方的財權放大一點。為什麼你反對？因為絕大多數的縣市都是藍的，或者是在野黨所支持的。像周東錦也回去國民黨了嘛，絕大多數的縣市都是藍，只剩下澎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5個縣市是綠的。所以如果今天限縮財權的話，讓地方有更大的財政自主，中央會顯得更加弱勢。但是大家知道啊，當代民主政治，就西方的這樣民主進步黨嘛，對不對？他們所追求的是什麼？地方自治，地方問題地方解決，中央問題中央解決，中央跟地方問題中央跟地方聯合解決。聽起來是句廢話，但事實上地方的財權要增強。為什麼？因為地方更了解地方的問題，縮短治理的距離。我說的距離啊，是指行政距離，讓地方問題聚焦在地方，更大的部分讓地方自己去管理自己，也是符合
現代或者是所謂當代思潮都很重要，因為隨着科技的發展啊，治理工具的本身它的規模就在微型化，很多東西過去啊地方是解決不了的。比如說以前呢，影印機非常的貴，所以地方要印發公告，它可能就要更高的单位，县级单位才会有大型印刷机把它印下來。但現在隨便一台噴墨印表机，租一台多功能事務機，印到爆炸。所以地方啊，一個区公所、一個鄉公所，它能夠處理的事情變多了，因為隨着科技發展，也因此啊，這個也縮短了民意跟首長之間的距離，也就是說更加的貼近在地人生活。這個是當代民主思潮當中很重要的。請問民主進步黨籍的總統、民主進步黨籍的主席賴清德先生，你懂這個還不懂這個？但是他反對哦，民進黨啊，你比如民主進步啊，民主進步啊，哥哥你個無愛啊，民主倒退路啊，他就想搞中央集權啊。當代政治就是從集權往分權去走。你知道在大陸，所以我覺得很可笑，中國大陸叫民主集中制，人家在推行地方自治；台灣叫做西式民主，結果賴清德在力行中央集權，而且這個集不只是集中的集，還是極致的集。你民進黨到底是什麼東西呀？你內心還有你當初的理想嗎？賴清德是假面超額的。很討厭做兩岸對比，因為我一直覺得做兩岸對比會傷害台灣很多人的情感，也會觸碰到對岸敏感的神經。因為我對對岸了解不夠，所以把控不夠。媽的，到底民進黨在玩三小，虛偽至極啊，何等可笑！沒關係，你就繼續演啊，你就演到爽為止啊，演。但是根據在野黨強行通過的財劃法版本，一旦開始實施，中央政府明年將新版財劃法支出地板，新版財劃法新增預算缺口，新增預算缺口呢，支出地板多了5455億，所以最終要舉債5638億。如果在幾天前你講這個東西啊，上個月你講這個東西可能還有用，只有賴清德能打臉賴清德。總統賴清德投書華盛頓郵報，表示台灣將提出一筆400億美元追加國防預算，涵蓋對美新的重大軍購，加速打造台灣之盾，強化不對稱作戰能力，展示自我防衛的決心。你提出了一個400億美元1.25兆國防預算，你告訴我說你5600億你舉不出來，1.25兆的國防預算隨便都要丟，一定要做，強迫要做，多5638億哦，就超過法定上限的17.1%了哦。我算給你聽，賴清德來，1.25兆是12500億除以5638億，比這個實際舉債還多了2.2倍呀，大哥。你提的預算是5638億的2.2倍呀，2.2倍不叫，還要叫大家一定要通過。財劃法5600億就說不行，你在拒騙呢？騙人家很好玩是不是？騙大家都白痴是不是？騙人家都是智障，都記不起來是不是？你11月底投書的呢，你親自講的呢，你不覺得你很可笑嗎？賴清德啊，賴清德從頭到尾就說謊，說謊再說謊，整天鬥雞鬥來鬥去，自己講過話自己都忘記。5600億氣得急跳腳，左邊打韓國瑜，右邊罵在野黨，中間繼續在那邊說我堅持不要復議，寧願違憲。1.25兆這時候就哎呦，一定要哦。不行，不要哦！神經病，這預算真是完美的把他臉給打爛，你知道嗎？太沒有看過這麼垃圾的總統，真的是沒有看過那麼垃圾的總統。你的國防預算在這裡就4600多億，然後你還加了400億，你國防預算占將近稅出的15%，你還加1.25兆，你所謂的經濟發展支出占多少？17%，社福占26%，然後呢，教育科學文化，結果按照比例，這個占將近15%了，每一項都大幅加錢。藍白給他通過多少？1100億，這個是最初的個版本，後來改成2.9兆，那再繼續凹啊，你國防丟那麼高，而每年被掏空的數千億國家資源，則淪為胡亂分配下缺乏監督。什麼叫做數千億資源胡亂分配下的胡亂監督？地方市議會都是死人是不是？我們沒有市議會嗎？哦，地方都是浪費錢啊！我突然想到，不好意思哦，因為萊爾不會就是不會，因為萊爾不會進議會，萊爾不屑給人家監督。啊，你不是在講自己嗎？哇，萊爾真的天天自打臉呢，怎麼這麼多人這麼惡心啊？你自己看這個。台南市長賴清德和市府一級主管半年多來不進議會備詢，監察院認為賴清德首開惡例，以7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彈劾案。聖人雖然賴市長的民調非常高，但是呢，聖人無法治國，我們要的是制度。監委列舉釋字第498號地方制度法以及台南市議會規則，強調地方議會有邀請
地方首長列席會議的職權，受監院約詢，認為中央的監察院不應該插手地方政府的事務。不過，監委認為他們有權監督。監察院對於地方行政首長嚴重違反地制法第48、第49條，規避對地方議會負責的重大的一個違法不當的行為呢，自然可以依據憲法第90條和第97條第2項的規定呢，行使彈劾權。監察法裡面也定得很清楚哈，那公務員服務法裡面也定得很清楚，中央或地方的公務人員都是我們彈劾權行使的對象。那所以他身為市長，有行政官屬機關首長的地位啊，必須對市議會負責，而不是對李全教這個人來負責。成為史上第一個被彈劾的直轄市長，賴清德不以為然，炮轟監察院違反曠職。機關權限在行政院，不在監察院。監察院介入補會的爭議，強行彈劾本人，顯然違憲擴權，傷害民主。他這個囂張是從以前到現在完全一致的。萊爾就是這樣幹，史上第一個被彈劾的市長，200多天不進議會，被監察院彈劾，說監察院違憲，監察院依憲彈劾他，他說監察院違憲。然後你看剛才那個海報哦，監察院的那個海報，人家怎麼講他的？第498號地方制度法以及台南市議會規則。賴清德強調地方議會有邀請地方首長列席會議，侵害憲政體制。這個人從當台南市長就在侵害憲政體制，所以他才會說這麼多錢到了地方不能監督啊。他把台南市議會當成議長的辦公室在打啊，所以難怪他要叫韓國瑜去啊。這個人腦袋瓜裡面沒有裝任何一點點，哪怕一點點，什麼叫做民主分立原則？什麼叫做代議士？什麼叫做民選的民意代表？一模一樣。議會選舉議長，議長代表議會，但是議長依然是個議員。議長只是擔任議會代表人的職責，但是議會的所有決策都必須通過議員在議會裡面做出集體決策。如果你把議長或者立法院院長抓去說，你們議會在幹什麼？你趕快給我改變主意。如果這個議長答應了，理論上他違反了議會的決策，議員應該分分鐘罷免他，改選。議長是啥都不能答應。但是你知道賴清德把這樣的一個最簡單的基本性的原則，他當初不爽李全教，他現在不爽韓國瑜。他當初違反憲政體制，侵害憲政體制，不去備詢。他現在叫卓榮泰不要附屬，是不是也一樣在破壞憲政體制？如果就讓他這樣豁過去，這事情沒有人下海，沒有以後行政院長就變成一個新的權力怪物，他對任何的法案都有實質否決權，太恐怖了你。全體國人必須額外付出將近7000億元來填補年金基金缺口，平均每位國人要付出3萬元。繼續唬爛，那1.25兆要付出多少錢？但勞保、勞保和國民年金以及許多重大的福利施政將因此成為犧牲品。是犧牲品。請問這1.25兆跟4674億比起來，驚人啊！第三，濫權立法正為國家和國人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不僅是財劃法與反聯改的修法，更令人擔心的是，現在國會正強行推動的，還有一系列對國家國人帶來重大威脅的濫權立法。而且這裡最扯了哦，來注意聽哦，國會濫權立法哦，國會立法變成濫權立法，國會只能照他的說法立法，如果不照他的說法，就叫濫權立法。國會立法是他的憲政職權啊，現在只要清德宗不同意，就是濫權立法。我的權最大，因為他是清德宗啊，對不對？他最屌啊！這一連串的修法行動缺乏朝野充分討論，甚至違背憲政原則。你在立法院裡面吵完，只要出了立法院，跟憲政原則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個是寫在釋憲裡面的，那你乾脆直接把立法院炸了吧，拿顆炸彈嘣，或立法院原地改造成風電場，插幾台風機，太誇張了，真的太扯了。我們看到，再過2個多禮拜就是2026年，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到現在都還沒有開始審議。你屁嘞嘛，早就審議了，好不好？是你不要的。最近印太周邊的情勢，哇，每一句話都在說謊2026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早就審過了。中國的各種單邊威脅而進一步升高，攸關我國提升戰力的國防特別預算卻被刻意擱置，政府的重大施政、國家安全的強化面臨停擺。在全球供應鏈重整、排除紅色風險的當下，在野黨強行推動了。你看來了，你是活在哪一個世界上啊？是美國，美國在切斷全球供應鏈，他精細是何細啊？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到現在都還沒有開始審議，早就審完了，是你們不要的。
最近印太周邊的情勢，因為中國的各種單邊威脅，是誰在全球搞事啊？是美國在搞事，美國在跟中國說 OK 沒問題 ，No problem。G2 每一句都說謊句句來耳，句句曲特，睜眼說瞎話。來，中國單邊威脅哦，是不是？川普幹嘛來？跑來見習近平幹嘛？每一句都可以騙，開口就是騙，而進一步升高。誰升高全球對立？攸關我國提升戰力的國防特別預算卻被刻意擱置。你也知道你的特別預算1.25兆，你說過就要過，地方政府要用錢，你不給過就是不給過。政府的重大施政，國家安全的強化面臨停擺。哪裡停擺？史上最高國防預算哪裡停擺？又加了410億啊！幾乎國防預算是砍，這是原本的嘛，是砍最少的幾乎沒啥砍啊，唯一砍叫做海鯤號，沒有毛的，連舵都用人工轉的那個。在全球供應鏈重整、排除紅色風險的當下，所以排除紅色風險，你排看啊，美國現在要把 H200賣給中國，中國還不要嘞。在野黨強行推動了離島建設條例的修法，要讓中國的資金、產品在我們的離島洗產地，又在瞎雞巴扯淡。離島建設條例哪裡是要給中國去洗產地？離島建設條例主要是要讓離島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能不能洗產地？你抓不就是了？洗什麼產地啊？濫權法案一覽表，所有立法都給他當濫權法案，連立法院組織法都濫權。我再問一下立法院是你總統能管的嗎？因為太誇張了。最高明的騙術是連自己都騙，最蠢的騙子啊是連自己都騙了，真的是從頭胡扯到尾。我看到他這句胡扯什麼？他們也提出了國籍法的修法，讓來自中國的新住民在擔任公職時可以免除必須單一效忠我國的義務。國籍法是一般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依據憲法設立的特別法，特別法的效力在國籍法之上，所以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人民的移動只能依照戶籍來處理因為兩岸不是兩國，沒辦法放棄國籍。你就是中國人，請問你怎麼放棄中國國籍啊？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國，你怎麼放棄？就沒辦法放棄，因為兩邊的政府互不承認嘛。也互不否認嘛，所以他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我不能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加入中華民国，沒辦法，那就變兩國了。不然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立假的，是不是？黨政推動修法，除了讓5萬元以下的貪污免除刑責，也將貪污助理費的犯罪行為除罪化。又在鬼扯淡，每一句話都在鬼扯淡。什麼叫貪污助理費的犯行除罪化？這是避免模糊不清的問題只要把它澄清了就好。助理就是抗議說這個金流有問題嘛？為什麼從以前到現在金流有問題？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助理費的這個加班費從以前到現在就規定的不清不楚，才會常常搞到大家出問題。好，那你實質的問題來租金補貼。租補最大問題在哪裡？你的租補貼有實質上落實到這個點上嗎？你的租補貼根本就變成租蟑螂，不給實名制租屋的一個登記。這些成果是基於穩健的財政與精確的計算，哪裡穩健？是為了幫下一代打好基礎，而不是為了政治利益去揮霍未來。你好意思講？這一切都面臨重大的風險。各位國人同胞，台灣已經是全球民主陣營的關鍵樞紐。誰告訴你的？誰告訴你的？川普嗎？全球民主老大哥川普告訴你的嗎？你看看隔壁烏克蘭28條，烏克蘭幹嘛？放棄加入北約，那請問過去將近4年時間打什麼？我們的穩定牽動着世界，我們不能夠容許錯誤百出的法律削弱台灣的競爭力，更不能夠讓國際社會對台灣失去信心。身為總統，面對此一憲政時刻，我必須維護憲政體制，守護國家，保護人民。考量立法院強行通過的財劃法，對憲法權力分立，對國家財政，對國民權益，都將造成重大且立即的傷害。最重大且立即傷害就是你賴清德本人，好吧？賴清德本德從頭胡亂到尾。針對賴清德總統點名被沈伯洋委員的事來發聲，真的是自己生病讓別人吃藥。一張桌子有4隻腳，台灣的安全也是4隻。這4隻腳，賴總統跟民進黨打斷了3。所以賴清德總統應該考量如何恢復這4隻腳，在台灣平穩的站立。如果繼續消費沈伯洋委員，轉化為在台灣內部做藍綠鬥爭，這個對沈伯洋委員一點都不公平。他們現在其實就是想要摧毀韓國瑜的高度。賴清德本來反手一個拉說，韓國瑜有難言之隱啊，就把韓國瑜又墊高了。現在他們又想摧毀韓國瑜了，他就舉棋不定。立法院是合議制，不是說立法院講要怎樣就怎樣。意思是什麼？講那些都多餘的啦。所以經過這一陣大家可以看到，賴清德親自下來違憲，我們把它全部破解了。然後你可以看到韓國瑜的回應，你可以看到王金平的反應。其實大家都知道賴清德在做什麼，在做一個無能的負隅頑抗。難怪王金平笑得合不攏嘴啊。